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那么一个是讲中国房地产，中国房地产政策继续收紧，严查经营贷入市。那么经营贷是一个很重要的资金来源。那么去年中国房地产火跟这有关系啊，我们今天讲讲这个影响。第二个就是拜登政府放生孔子学院吗？这个议题现在炒得很热啊。我找了几个媒体的报道，我们来对比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放生了孔子学院。我们先来看这个房地产啊，中国房地产先更新一下啊。上个星期我们报道了什么呢？深圳公布房地产二手交易的成交参考价。他把这个成交参考价和这个市场成交价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下调啊。那么18、9万的房子，它可以说是13万，所以市场反应很大啊。那么我当时就讲，我说这个市场参考价呢，只是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它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的话呢，这个市场影响并不大。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影响来了啊，后续的影响来。第一个，地产中介把他们原来已有的那些市场成交价给收起来了啊，收起来就不再公布它。就是地产中介的那个真实的这个市场成交价。那你想一下，如果地产中介不公布这个真实的房地产的成交价，那你只剩下了这个政府公布的参考价，那参考价的影响就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银行贷款，有网友在跟我们爆料啊，说这个深圳的银行贷款按照这个参考价来核价，那也就意味着你买房子需要付出的首付，因为你的价格一下子少了一大块，少了20%多啊，将近30%，27.5折、73折这样。那你一下子少了25%，25%的话意味着你乘以3，你大概要多给总房价的7%左右，那你对很多买家来说影响很大啊。这是更新一下深圳房地产这边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个银行给个人安排经营贷来买房的情况啊，那么北京、上海、北京、广东现在正在严查。那么2月10号，北京银保监局和人民银行经营管理部发布关于加强个人经营性贷款管理，防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通知啊。那么对个人经营贷的贷前、支付、贷后环节提出要求啊，这银行要按照这个要求来执行。那么监管部门说将结合监管大数据，进一步加强非现场的监测和现场检查力度，对因贷款管理不慎导致的个人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从严查处。那么这一套方案基本上是针对地产中介帮这个客户套的银行这个经营性贷款量身定做的，你是怎么做我就怎么来针对采取这个措施啊。那么地产中介是怎么样帮这个买房的人套这个经营贷的呢？他是这样，他为了让你成交啊，那么买房的人你首先名下要有一家公司啊，那么你没有公司没关系，地产中介可以帮你开一家公司，注册一家公司啊，这第一步啊。第二步，如果买房的人的名下没有房产可以抵押，中介甚至可以直接把全款借给你去买一个房子啊。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当购房者你又有企业又有房产，那地产中介就好，我就帮你把这房产押给银行，获得一笔经营贷，这笔钱就这么来的啊。第四，银行呢通常不会把钱直接打给这个买房的人，就是做这个经营贷的人，会打给他的企业的合作方，然后再由合作方，那个合作方通常是谁呢？是这个地产中介的控制公司，然后合作方那笔钱拿到之后，中介通过一层层流转，再把钱给他，就你一下子看不到啊。那么北京银保监会发文当天，北京住建委那么发布消息说，29号下午，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联合专项核查工作就开始对这个银行和中介，包括链家、我爱我家、中原地产进行了这个经营贷发放和中介活动的专项检查、抽查。那么北京住建委各部门实地听取了各银行贷款管理制度、批贷流程、放贷流向等情况汇报，定向抽取了部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介服务合同和补充协议、经营贷款协议、交易双方信息、借款人资料，经过交叉比对，发现中介参与助贷活动、虚构经营合同、经营贷款公司成立时间与抵押购房时间接近等问题的线索啊，就是大概就开始查啊，就开始查。这个行动就是来真的了啊，来真的了。然后广东这边也开始啊，2月9号，银保监会、广东省银保监局啊，针对信贷资金违规入市，一、及时通过窗口指导，快速自查；二、下发通知，要求银行机构严守实体责任主体啊。那么围绕着授信调查、授信审查、审批开始检查。第三个，迅速组织现场调查，针对银行分支机构涉嫌违规的问题，6个核查组进驻有关银行，现场调查取证强化大数据筛查，形成市场震撼大概广东也在查那么去年3月份开始深圳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热起来那么部分原因是跟什么有关？跟经营贷有关。那么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开始查，其实去年的4月份深圳就开始查。4月20号银保监会跟人民银行在开这个银行行长会议，要求小微贷款和经营贷资金不得入市。然后是成都，还有四川开始查，然后是上海上海召开房地产信贷工作座谈会，18家主要银行参加这个会议那么央行上海总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要求各家银行坚守房住不炒的定位，严禁房产作为风险抵押，通过个人消费贷和经营贷变相突破信贷政策要求，违规向购房者提供资金，影响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这件事情的目的是2个。第一个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前一阵子的房地产的收紧的政策有没有成效？成效不大成效不大，于是呢就有点急了急怎么办？那就开始先抓小头吧，不先抓大头。因为现在这个小头是呢就是经营贷。经营贷是一个很重要的梯子，就是很多房子买卖就差一口气，就是买家缺点钱不够。因为他其实
其实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调控措施啊，其实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把那个房地产的门槛提高了啊。你比如说限购啊，限购是减少买家，现代是什么？提高你首付的比例，那首付越来越高，现在啊，特别是贵价房，贵价房已经超过50%、60%首付啊。那你很多买家他慢慢的他就买不动了，买不动怎么办？经营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梯子，这梯子一架就过去了啊。所以现在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就是开始查什么呢？查经营贷啊，经营贷有数据可以证明，去年房地产的这个发热跟经营贷是有关系的啊。人民银行1月29号公布的这个去年的这个数据，去年的经营数据里面有一条，就是去年经营性贷款余额是13万6千啊，13万6千亿啊，同比增长20%。在所有的银行的贷款的项目当中，经营贷的增长比例是最高啊，最高。增速比上年增加了7.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多少？2.2万亿，2.2万亿。那么这个增幅是在所有的项目当中最高的。那么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经营贷对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助推的作用。所以他为什么现在要抓这个？他当然他不能够一口气打死，那么先抓这一头啊，就抓这一头。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这个新闻反映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政府的调控政策持续在收紧啊，持续在收紧。我们讲过，银行有两头，一头是什么？一头是对开发商收紧这个信贷啊，开发商收紧信贷，然后对这个个人住房收紧信贷，这就是它有一个集中率的限制，把各类银行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给它设一个玻璃天花板，你玻璃天花板一出来之后，你只会少不会增加，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就是针对开发商的贷款，它要求它3条红线，开发商能贷到的钱就越来越少。这两头控制资金流入，然后各个地方按照它本地各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再有针对性的进行限购信贷，主要是限购的政策啊。那么现在在收紧什么呢？收紧这个经营贷啊，所以基本上房地产市场整个的政策方向就是这样子，好吧？好，我们下面就讲讲现在外面热议的一个话题，拜登政府放生孔子学院了吗？这个话题是，它是这样，川普政府在任期的最后几天公布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全名叫什么呢？建立学生和交流访问项目认证学校披露与孔子学院和课堂协议的要求，这个名称是一个这样的名称。这是川普政府在最后几天公布的一个政策啊。他要求这个政策要求呢，获得对外交流项目认证的学院，就是大学，还有 K 到12的学校，就是中小学啊，向政府公开来自孔子学院或者孔子课堂的合同、合作关系和财务交易的情况。不报告的学校会失去对外交流项目的认证，也就是你不能够再做对外交流的项目，也就是你不能够再收访问学者跟留学生了啊。那这个影响是很大啊，影响很大。那么这个规定也适用于什么呢？其他由中国直接或者间接资助的中国文化机构或者团体，那么不报告这些信息的后果，那么也是这些你跟他合作就没办法进行下去啊。
那么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的记录显示，拜登总统1月26号取消了这个政策啊。那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发言人也证实这个政策已经被取消了。那么这是一个新闻事实啊，新闻事实。那么 Newsweek 去认证啊，说拜登总统确实撤销了川普的政策，他替代的是什么？他替代的是要求所有的 K 到12的学校和大学向政府公开他们和中国的教育机构的所有的关系，他有个替代的政策然后那么这算不算放生了孔子学院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川普政府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聚焦这个孔子学院那么国务卿蓬佩奥正式宣布，孔子学院总部是中国的外交使团，受到外交使团的行为约束那么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被认定外交使团之后，记住，他不是认定孔子学院所有的学员，他是认定孔子学院的总部那么被认定这个外交使团之后有4个限制。第一个，要向美国政府登记在美国拥有或者租用的房地产的位置而且你要租赁或者购买新的房地产的时候，必须获得许可，就是申请这第一个。第二个，披露在美国所有雇员的身份，这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你要去接触政府部门或者是教育机构，必须事先申请，批准后才能进行，这第三个。第四个，你举办的活动要先申请，批准之后才能进行，大概就是这4个行为那么蓬佩奥对孔子学院的定位是什么他这么说，孔子学院是一个在美国校园和 K 到12的课堂上推进中国的全球宣传实体，该组织由中国资助，是中共全球影响力和宣传机构的一部分这句话呢，实际上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认为这个拜登政府放生孔子学院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你拜登允许中国政府在学院里面进行宣传那么这是一个这是就这句话就是蓬佩奥的这句话。蓬佩奥说，孔子学院是中共全球影响力和宣传机构的一部分。蓬佩奥说的对吗？非常准确那么孔子学院是中国的大外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可以讲是一个支柱是一个它的支柱那么参议员克鲁兹在国防授权法增加了一项去年禁止资助孔子学院的条款川普总统签署的这个法案那么去年实际上是有效的那么2015年以来，美国的大学接受了中国来2400多万美元的资助那么这些资金都拿来干什么呢？用于孔子学院设立孔子学院的这个钱保守派的报纸叫 National Pulse 就是国家脉搏发表的文章标题是拜登悄然撤销了川普对中共在学校宣传的禁令看见其实这是另外一个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指的是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讲的是在所有的报道当中间出现的问题然后就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报道，然后就开始整个舆论开始批评拜登政府允许这个麦卡锡Kevin McCarthy 开始批评拜登奖励中国，允许他们的宣传渗透到我们的大学校园那么我们讲讲孔子学院大概的情况。到目前为止，
在美国还有45所孔子学院，在这个大学主要在大学65所。孔子学院最高峰的时候，有100多家孔子学院在美国的高校和 K 到12的学校。那么最近1-2年关闭了45所，现在还有65所，这些剩下的65所主要在大学里。那么一些大学认为，一些学校认为，孔子学院是他们获得普通话教育资源的一种廉价方式。这是为什么有些孔子学院还没有被撤销？因为有一些大学还是觉得孔子学院便宜，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孔子学院到底对这个是不是对中国的宣传有帮助？这是有一些争议，但是其实争议是基于对孔子学院的不了解。那么2014年开始芝加哥大学是第一个终止这个孔子学院合同，然后其他学校也开始终止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有65家。那么胡佛研究所2018年公布了一份中国政府和中共在美国影响力运作的报告那么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工作和结构那么孔子学院是由谁负责？由汉办。汉办是谁？汉办是教育部下面的一个机构，汉语言办公室汉办呢就把钱给这个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再把钱给这个美国的大学。通常呢，它有个开办费，就是说孔子学院提供一个开办费，这开办费多少钱？15万美金，就是去设立一个孔子学院有15万美金的开办费，然后每年给多少钱呢？每年给10到20万美金，就是给你用就是补贴，中国政府在补贴美国的大学生学汉语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中学5万块钱的开办费，然后每年给15000美金，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好，我们结论是什么？我们结论是2点。第一点，拜登政府肯定是取消了川普之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其实是要求这些学校向政府公布他们跟孔子学院的，当然这个学校不是所有的学校，是有对外交流项目的学校没有对外交流的项目的学校，理论上来说是没有这样的必要那么这个要求向政府公开你和孔子学院的所有的关系，包括跟中国的教育机构和中国的其他的合作方式都要报那么这是一个方向那么拜登政府取消了这个取消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取消？也许他是要示一个好就是拜登政府向中国政府示好的一个这样的意图，因为他实际上你做这个动作，实际上会对学校有一些顾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但是把孔子学院作为外交使团这个规定没有取消这第一个。第二个，整个社会对待孔子学院的看法其实是没有改变孔子学院是中共的大外宣的其中一个核心那么理论上来说应该让它尽快的关闭，因为它直接插到了什么？插到了校园里头，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应该强化川普政府的政策才对。他为什么会把他这个政策反而取消了呢？这有点奇怪所以这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拜登总统怎么回应这个指控这是第一这是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就走，但是和允不允许中共在美国校园里进行宣传没有1毛钱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川普政府的政策也没有禁止中共在美国校园里宣传
他只是要求你去登记这个你跟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而已啊。这个孔子学院是在学校里进行宣传，但只是登记，他没有禁止他办理这个孔子学院。我觉得美国根本就是应该做一个立法，禁止孔子学院在美国设立。至于说这个汉语教学有这样的需求，这有什么问题？美国有这么多中国人啊，有这么多老师在美国，去办就是了。所以拜登政府应该调整和修改这个政策，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讲一个 TikTok 啊。TikTok 就是抖音啊，抖音美国版，抖音美国版，川普政府原来要求这个出售这个美国的资产，要求这个字节跳动在中国有个抖音，在美国有个 TikTok 啊。那么原来的川普政府要求字节跳动把美国的 TikTok 这个资产卖掉卖掉。原来是计划卖给谁呢？卖给这个甲骨文跟沃尔玛。现在呢，无限搁置啊？为什么？因为拜登政府正在进行全面审查啊，所以现在是这个交易是搁置的啊。那么，美国这个字节跳动的代表和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之间讨论正在继续啊，但是呢，拜登政府已经决定要重新审视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收集这个美国的这个用户的信息带来的安全风险，他们要制定一个完整的方案，所以这个 TikTok 的这个交易先暂缓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好吧，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一下进展就好了。好吧，那我们下面就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第一，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前一阵子的调控的措施不明显，所以中国开始持续的收紧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啊，其中就是现在重点是在这个经营贷的控制上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孔子学院。拜登政府有没有放生孔子学院啊？拜登政府没有放生孔子学院，因为本来川普政府就没有禁止孔子学院。我觉得美国根本就应该禁止孔子学院，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由于这个拜登政府在重新审核这个安全项目，所以TikTok 出售字节跳动 TikTok 出售 TikTok 美国资产的这个交易现在无限期搁置啊，好吧，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吗？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提问：每次政策收紧前都制造了市场的一波大涨，离婚买房甚至连人伦都会改变，请问王老师，这是否制造推动购买的陷阱？是真的为抑制高房价吗？第一，现在中国的房价很高啊，一直是最高水平啊。那么房价越调控越高，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10年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所以现在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是高位啊。那么中国政府有没有抑制高房价的意图？没有啊，没有。中国政府对高房价没有抑制的目标。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现在的问题是他怕房地产继续涨啊。因为房价已经这么高啊，房价这么高，在这么高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什么？高处不胜寒，掉下来怎么办？所以政府的意图就是别让它涨
也别让它跌，既不涨也不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房地产时不常的要涨一下，时不常的跌一下，波动才是市场的规律。所以，它基本上政府的调控就是我之前经常讲，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是房价跌了呢往上拉，房价涨了呢往下摁，就是基本上房价。所以呢，你这里面看到的现象就是，房价一大涨，它就搞一轮政策，房价一大涨。房价大涨是跟政府有关系吗？有关系啊，政府有很多政策刺激了房价，那他是不是在背后操纵这件事情？政府很想操纵啊，他绝对有操纵的这个意愿，但是政府老实讲，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操纵能力并不强，他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所以，我不觉得，制造了推动购买的陷阱啊，我不觉得。他想挖坑，他挖了很多坑，他挖坑的地方没人去啊，所以我不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啊。观点：钱进不了房市，会继续拉高物价。物价呢就没那么容易拉高啊，因为你买房子的钱不会去买苹果，所以这有点想当然啊。进房地产市场的钱是不会去拉高物价的啊。观点：川普政府时对中国政策和前几届政府有根本的不同。首先，认知上，第一次从政府层面正式认为美中两国之间不只是竞争对手关系，更是价值观根本对立的敌对矛盾。其次，策略上首次明确采用了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区分的策略，感觉现在拜登的国务院和外交团队正在返回前奥巴马政府的对中政策。我不同意啊，奥巴马什么政策？奥巴马在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认知啊，我不是说我帮奥巴马说话啊，奥巴马有他的认知啊，那个时候也没几个人说中国危险啊，所以我不同意说这个拜登的政策回到奥巴马，拜登政策你现在看拜登现有的政策肯定没有回到奥巴马的陈述也不是这样啊，我不同意啊。观点：川普、蓬佩奥好不容易把中共看清，要和他彻底脱钩。现在拜登上台，为集团利益很有可能放水。OK， 观点：很多人批评二战前提英法政府软弱的绥靖政策，但实际上这是民选政府的必然反应，他们必须考虑普通选民的意见。而当时英法普通人经过一战死伤惨重，没有人愿意再上战场。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如此，美国很多人，特别是华尔街，在和中国有巨大的利益。同样的，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必然同二战前一样，对美国未来对华政策也必然雷声大雨点小。拜登做的也如此啊，我不同意啊。二战时期的二战前的这个英法政府的绥靖政策，有两点我的看法啊。那个时候的绥靖政策，其实他们对希特勒的判断并不准确，说明他们对希特勒是有误判。他们对希特勒误判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特勒想办法让他误判。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对纳粹德国的认知是有局限的，是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他们产生了误判，产生误判才有绥靖政策。如果他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们现在马后炮呢？老实讲，你去谴责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他们，你有理由去批评啊。但是
大家设身处地想一下，在一个这样的最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愿意去特别的谴责，比如说像二战时候的绥靖政策，因为当事人有当事人的条件和局限，这个跟他的意愿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拜登政府的绥靖是必然雷登大雨点小，我也不同意啊，我觉得这有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啊，就是实事求是的看待，因为拜登政府现在还没有出来解释他这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要先看清楚孔子学院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孔子学院到底，川普政府也没有禁止孔子学院，他只是让他去登记而已啊。拜登政府支持取消了这个登记，取消这个登记有决定性的后果吗？我不觉得一定会有决定性的后果，但他为什么要取消这个政策，不知道，然后让他出来讲，看看他的说法是什么。所以你说他必然就绥靖，我不同意啊。我们还得实事求是，讲话要有事实依据啊。情绪这几天看缅甸的示威游行，深感民主对人们的影响之深，也深深感觉到要民主最重要的一环一定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寄托于川普或者是拜登。中国人需要团结。缅甸的示威游行，老实讲，我是觉得意料之中啊。为什么？这是军政府意料之外啊，在我意料之中。为什么？你想一下，过去10年，虽然缅甸没有实行完整的民主制度啊，就是说还有军方的代表占25%在国会里面，没有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是民主制度毕竟是实施了，民主制度实施了10年，大家要知道这10年下来，对这个民众的影响那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家出现了对比，就是军政府时期、民主政治时期，他们会对比的。对不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他一对比下，他觉得民主制度之下，他有权利了，他受到尊重了，他是一个人了，他还愿意回去吗？当然不愿意。所以，我认为，我当时老百姓上街，我就认为这个上街会持续发生，老百姓的反抗一定会超出军政府的预期。在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才是缅甸民主进程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啊。观点：川普对中政策，尤其是他在最后1年采取了击中中共痛点的具体政策，让我休息一下。
对孔子学院的揭露，让整个美国社会认知到孔子学院的危害。蓬佩奥斯的国务院清网运动把中共的这些软件平台一度逼到死角，对中共高官的制裁也是前所未有。在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把普通党员和习核心区分开，是头一次让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也难怪拜登一上台，习就喊着不要走川普的老路啊。我觉得川普政府在下半年采取的各种措施的确是对的可惜就是有点晚如果川普下半年推出来的政策在上半年去推出，那多好但是这也是马后炮提问：美国的政治游说和政治现金制度是否成为渗透美国高层的切入点？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美国的游说和政治现金有2点很重要游说制度我们之前讲过一下我也看了一下我基本上认为美国的游说制度问题不大问题不大的原因是什么？美国的游说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2个字：透明，就全部要公布出来。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自于不透明，只要你关起门来，你再好的制度都没有用。你比如说游说制度，你有没有？游说制度好不好？我认为游说制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想一下，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共独裁。什么叫独裁？独裁就是他推出一个政策之前，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游说他，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团体跟他有关的事情呢能够说一句话，插不上嘴，他想怎么干就咔嚓就出去了，出去马上就见后果。这是独裁政权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你比如说我经常讲的举个例子，原来的国家纪委，现在发改委有一个处是专门解决定什么价格，煤电价格，就是煤矿把煤卖给这个电厂，它是计划内的价格，计划内的价格谁定？国家纪委定，就是发改委定，有一个处是专门定这价格，这个处长永远抓起来就能毙了。为什么？无数人在行贿。你想一下，他一拍脑袋100块钱，煤矿全倒闭了，一拍脑袋100块钱，这个煤矿全倒闭了一看煤矿倒闭了，那赶紧200块钱改成200块钱，200块钱电厂全倒闭了，就是这样。所以游说制度好不好？游说制度非常好，它给了一个什么呢？给了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相关的利益体去向政府表达他利益的机会，你去找他，跟他谈。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有钱的人，他声音就大，因为他可以请很多的游说团体跟他说。没钱就没办法，它变成了一个有钱人的游戏。但是有钱人也是美国人也是利益团体，也应该保护的呀。不说我只能保护这个有钱人，没钱人。没钱人有什么？没钱人有政治团体为什么？没钱人人数多没钱人人数多没钱人人数一多呢，他就形成政治团体他在国会里面就有人代表他。那么很多不是那么人数那么多的人，他就怎么办？他就凑点钱，找人去帮我说服他。所以游说制度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其中一个环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治现金。政治现金必须有你要是不能够你想一下，你一个政党
你要运作，你无非要么就是党费，你如果没有那么多党费，那你一定要 raise money， 要不你怎么做宣传？你不做宣传，你怎么能发展壮大？所以政治现金这件事情也好，这个游说也好，这都是一个合理的和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你说，如果你不能够 raise money， 你怎么去竞选？你一定要竞选，你怎么运作？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渗透不仅仅是这些领域，渗透你政治现金可以成为一个渗透的渠道，但是核心的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公开嘛，把那个名录放上来，只要公开，记者拿着名录去查就是了，不就有新闻了吗？有新闻不就有顾忌吗？观点：孔子学院在美国或者西方的渗透，估计没多少生存空间了。但我觉得更多的文化渗透加速，通过输出类似电视剧、电玩之类。其实现在最赚钱的是游戏，就是中国这几家，特别是手机游戏，有的未必为中国政府宣扬的意思，但是因为国内的环境，把国内聊天敏感词那些东西带出来。OK。家里情况，家里的亲人30到50万，信用卡8张，信用卡套现全款买房子后，再抵押给银行，用个体经营贷把钱贷出来还信用卡，用房租养房，然后自己再贴一点利息，如此循环，买了5套房。但是个体经营贷限期是3年，3年后要再贷出来，个人感觉上面再严，只要还有大量的人要买房子，下面有各种野路子。OK， 可见经营贷还是去了房地产观点：今明2天是除夕和春节，希望王老师好好休息，陪家人过个年。甘草片，我这是甘草片煮的水，只是凉了还是会刺激喉咙。观点：即便是美国政府不再继续打压土共，他想称霸世界也不可能，他的制度注定中国不可能掌握真正的高科技，而制度的成本为未来中国发展巨大债务负担。好的，明谢 John Snow， 祝王老师早日康复。好，谢谢。很抱歉，我后面咳得很厉害，主要是喝凉水有点刺激，但是不喝又咳嗽孔子学院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关注有2点。第一点，拜登政府为什么要取消这个政策，目的是什么？这个要说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对于拜登政府他的各种政策，我们都会盯紧那么从我整体的感觉来说，基本上拜登政府现在的做法，和我们之前的预期是一致的基本上是2点。第一点，他基本上继承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框架这是继承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修修补补，就是把他认为不合适的先摘掉，放在一边，然后呢，再往上加他想要的东西。那现在呢，他现在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经济上有几个主要的经济的制裁措施，他都在评估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评估跟什么有关系？跟他制定整体的对华战略有关系。实际上，拜登政府整体的对华战略他还没有完成，由于他还没有完成，所以他有些政策他没有定。那么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要看拜登总统他们团队是不是有人出来解释，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另外提醒一下啊，那么我们北京时间大年30，我们还有直播啊。我们直播做什么呢？我们直播做年夜饭啊，怎么做年夜饭啊？那么我到时候我会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有兴趣来参加。我们那天就没有新闻了，就是我们现场直播。那么提供一个平台，大家一起来在这里聚会啊，好吧？在这里跟大家先打个招呼，我们回头会有公告，谢谢。